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通讯变得越来越混乱，直到1945年7月末，主基地接到了一条来自那2人的最后一条电报。无线电里只传来一句惊恐的呐喊：极地人找到我们了。然后信号就此中断。空气安静了几秒后，军官扫视众人，冷冷地说出了这支新部队的命令：你们就是第2支小队。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第一步，前往莫德海姆基地，也就是那支先遣小队的最后驻地。接着，寻找那条神秘的古老隧道系统，进入其中，调查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并将所见所闻全部报告回总部。任务还不止如此，他们还得查明纳粹余党是否真的还活着，以及是否真有那些传说中的极地人。而如果真的发现了纳粹秘密基地，或者那些幸存者，他们的命令只有一个：摧毁它，全部摧毁。说到这儿，士兵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一口气向长官抛出一连串问题，全场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但据詹姆斯·罗伯茨在 Nexus 杂志中的说法，这位情报员告诉他，我们的指挥官回答得非常坦率，直接，没有遮掩。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要单干？为什么不联合美国或苏联一起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指挥官的回答也非常直接，因为英国政府不希望让美国或苏联获得更多纳粹的黑科技、科学家或工程数据。说到底，还是出于全球力量平衡的考量。简短冷酷的任务简报刚结束没多久，这支英国特种小队就被带到指定投放点，距离毛德海姆基地大约20英里。跳伞，他们从冰冷的高空一跃而下，降落在一片茫茫雪原之中。一落地，大家就意识到，这不是演习，现场已经有几辆雪地履带车等着他们。任务指令明确地让人汗毛倒竖，从现在开始，你们处于战争状态，没有支援，没有后路，只有前进。沿着雪原前行没多久，莫德海姆基地终于出现在视野中，但眼前的场景却让人更加紧张。整座基地空无一人，看起来早已被遗弃。他们迅速分成几个小组，展开地毯式搜索。就在这时，啪，一根看不见的半线被踩断。下一秒，警报声四起，刺耳的警铃回荡在极地的空旷之中，全体成员立刻进入高度戒备，枪口瞄准四周，空气像凝固了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交火。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你们是谁？报上身份。气氛骤然升级，所有士兵手指搭在扳机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指挥官举起手，大声喊道：别开枪！那是幸存者。所有人一愣，那个声音竟然是第1支探险队中唯一幸存的士兵。在短暂的惊讶过后，士兵们立刻对这名幸存者展开了紧急盘问。这位饱受折磨的士兵低声说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另一个队员被关在1号地堡里，和一个极地人一起。极地人还活着。指挥官眉头紧锁，迅速下达命令：打开1号地堡，查明情况。幸存者脸色骤变，连连摇头：不行，你们千万别开，他还在里面。但他的劝告被当场驳回。士兵们戴上防寒面罩，检查武器，小心翼翼地撬开了地堡的封锁门。门缓缓打开，里面黑洞洞的，像个张开的巨口。一个士兵举着枪走了进去。几秒钟过去，寂静无声。然后，砰砰，2声枪响划破空气。紧接着，一个巨大魁梧的怪影猛地从黑暗中窜出，速度快得几乎让人来不及反应。他从地堡里窜出，转眼就消失在雪原深处。士兵们冲进地堡查看，结果却看到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他们的队友倒在血泊中，喉咙被撕裂，血染雪地。旁边不远处还有一堆凌乱的白骨，看样子应该就是那个早已失踪的士兵遗骸。一股恐惧与寒意在所有人心中蔓延开来。极地人真的存在，而且他还活着。指挥官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唯一的幸存者，让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这个满脸惊惧的士兵缓缓开口，声音发颤：“我们那一队确实找到了那座古老的地道系统。他们沿着隧道一路深入，走了好几英里，直到他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洞里出奇的温暖。是的，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之下，这个地方居然让人觉得像进入了热带。更诡异的是，这个地下空间里居然有好几个湖泊，湖面波光粼粼，仿佛另一个世界。而且这里居然还有照明灯，不是太阳光，而是人造灯光。士兵们立刻意识到，这里果然藏着纳粹的秘密基地。他们小心地搜索这个庞大的地下空间，结果却越看越震惊。他们找到了巨型的机库，大的可以停放数架飞机，甚至还有一个完整的 U 型潜艇停靠站，而且现场就有一艘右艇还在停泊中。就在他们正打算进一步探查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四周突然亮起了强光，他们被包围了。从黑暗中出现了一整队全副武装的纳粹士兵，枪口直指他们的胸膛。这个幸存士兵接着讲述，当他们被纳粹士兵包围的那一刻，整个小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眼睁睁看着几名战友被当场枪决，而他和另一名士兵只能趁着混乱悄悄逃回了地道系统。他们一路狂奔，穿过那蜿蜒幽深的古老通道，可没跑多久就发现他们被东西跟上了，而且不是人，那是两道庞大诡异的身影，踩在冰冷石地上发出沉重回响。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只知道他们不是人类。他们给这些不明生物起了个名字，极地人 Polar Man。 这两个身影一路紧追不舍，等他们终于抵达地面基地时，他们都知道这地方根本回不去了。联系主基地，不可能，没有直升机，没有空投，没有支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任务。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无线电求救，然后各自躲进不同的碉堡。这时事情开始变得更加诡异了。那名和他一同幸存下来的士兵竟然在进入碉堡后故意把那只极地人引进来了。我根本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诱杀那怪物，还是出于某种精神错乱，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名士兵失败了，死得极其惨烈。在那之后，那名幸存的士兵就一直藏在碉堡里，直到你们第二支小队的到来。想想看，他根本不知道还会有人来救他。接下来大家问了他一个关键问题，那些极地怪物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他给出的答案直接把整个事件的诡异程度拉满了。他说，那些所谓的极地人其实是纳粹搞出来的怪物，他们利用一种神秘的未知能量做实验，把人类改造成了某种极端环境下的超级兵种。这些被改造过的人类拥有惊人的耐寒能力，能在南极的冰原上如履平地，自由行动。可怕的是，他们还被改造成了极端好斗、毫无理智的猎杀机器。他们不怕痛，不怕死，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目标并干掉它。也就是说，他们是纳粹的终极兵器。尽管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第二天清晨，这支二队仍然收到了命令，继续前往地道深入调查。他们踏上了路途，但出人意料的是，越往前走，四周的景象就越不对劲。那些南极特有的冰天雪地，突然之间竟然变成了一片干燥无雪的山谷。这根本不是南极啊，怎么更像是非洲北部的沙漠？空气干燥，岩石裸露，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支小队就这样，在一个越来越不科学的南极地下世界里继续前行。他们没走多久，就找到了那条神秘隧道的入口。不过，这次他们决定先不着急进去探查，而是就在入口附近答应扎营，先休息一晚，养足精神再说。可没想到，天还没亮就出事了。深夜时分，一名极地人悄悄接近了营地，但这次小队早有准备，反应极快，当场就将这个不速之客给干掉了。他们立刻对这具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这东西
虽然还是人类，但根本不是普通人类。他的肌肉力量强得惊人，就算是最顶尖的战士也比不上他的爆发力。而且他的身上还能长出厚厚的体毛，就像是一层天然的防寒战斗毛衣，完美适应南极的极寒环境。第二天一早，他们留下2名士兵守住隧道口，顺便也看守那具被击毙的极地人的尸体。而其他人，包括9名成员中的主力，正式踏入了这条古老、神秘、诡异的隧道系统。这9人包括小队指挥官、1名科学家、1位来自挪威抵抗组织的战士，还有那位之前第1小队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身上不仅背着重型火力，还带了足够多的炸药，多的可以炸掉一个小镇。他们沿着隧道一路往下走，大半段路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气氛紧张到极点，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就在大家开始怀疑是不是迷路的时候，前方忽然亮起了一束光。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巨大的人造地下洞穴。这地方居然被某种人工照明系统照得通明，就像藏在地底的一个秘密城市。他们屏住呼吸，悄悄前行，不一会儿就从上方俯瞰到了洞穴深处的情景。只见下面一群纳粹分子忙碌得像蚂蚁一样到处穿梭，调度装备，组织工作，看起来像是某种基地在运转。就在这时，小队指挥官低声分配了行动计划，而那名随行科学家则赶紧趁机记下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谁在搬运什么，路线怎么走，灯光怎么布，武器分布在哪儿。他们就这么隐蔽监视了整整48小时，直到最终锁定了几个关键目标，计划在那几处安放炸药，一举摧毁整个基地的心脏地带。整个行动可谓天衣无缝，纳粹那边毫无察觉，甚至小队还成功地活捉了1名纳粹人员，准备用它来获取更多情报，或者作为必要时的谈判筹码。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洞穴，引爆埋好的炸药时，意外发生了。一队纳粹士兵突然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更糟的是，跟在那些士兵后面的还有几个体型恐怖、步伐沉重的极地人。一场生死追逐立刻展开。为了拖住敌人，争取逃命的时间，小队紧急决定在隧道入口处引爆部分炸药，试图炸塌通道，封死后面的追兵。炸药果然成功引爆了，轰隆巨响中，岩石崩塌，尘土飞扬，一部分纳粹和极地人被挡在了里面。但并不是所有追兵都被拦住，有几名纳粹士兵还有几个极地怪物已经抢先进入了隧道，正在后方穷追不舍。根据罗伯茨的线人回忆，等他们几人终于冲出隧道外口时，整个小队只剩下3个人还活着。活下来的只有这个讲述故事的士兵本人，那名冷静的科学家，还有协助他们行动的挪威抵抗组织成员。外面守在入口的2名士兵见状，立刻加入他们。5人迅速在隧道口布设最后的炸药，准备做最后一搏。要么把这条恐怖通道彻底封死，要么他们自己也一起埋骨南极冰原。他们成功的在追兵赶上前，引爆了最后一批炸药。随着爆炸轰鸣，整段通道彻底塌陷，尘土落定后，现场甚至看不出这里曾经有过什么隧道，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几人成功逃出升天，随后不久就被接应人员接走，撤离了南极前线，被转送回福格兰群岛的军事基地。但这次他们并没有获得英雄式的欢迎，等待他们的是一次更加严厉、冷酷的汇报审查。他们被明确警告，这次任务的所有细节一律不得泄露，哪怕对象是军队里的上级。说到底，这不仅是要封锁一次军事行动，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那个科学家透露，他们在洞穴中发现的并非临时修建的通道，而是一个古老到难以想象的地下工程。那可不是自然形成的地洞，而是某种高精度技术精心打造的地下通路，其设计之复杂，工程之庞大，远远超出人类现有的理解。所以，这一切到底是谁建造的，又为了什么目的？恐怕，这才是那场任务背后真正被掩盖的秘密。不过，当这些士兵把发现报告上去后，他们的上级却一口咬定，
那条隧道不过是冰川侵蚀形成的，没有什么神秘，没有什么远古工程。无论你怎么讲，他们都坚持这个说法，甚至不给你反驳的空间。但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便他们现场解剖过极地人，亲眼见识了那些家伙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与速度，官方依然把这事一笔带过，说那不过是几个疯掉的野外士兵，没洗澡没理发而已。你说荒不荒唐？根据向作家罗伯茨爆料的那位线人所说，这次任务结束后，英国皇家空军依然在这片南极区域频繁执行秘密飞行任务，一干就是好几年。官方解释说，这是为了给将来建科研基地提前勘察地形。可那位线人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很难不产生怀疑，不是吗？”是啊，怎能不疑心？这场南极任务背后，到底掩盖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恐怕我们永远都无从知晓。我们或许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些看似荒诞的说法，到底有几分真实？而又是谁把这些情报透露给了英国军方？一些研究者认为，最可能的内鬼或者消息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卡尔·邓尼茨。别忘了，邓尼茨可是当时德国海军的总司令，也是纳粹潜艇 U-Boat 项目的负责人。而这个 U 艇计划，恰恰是希特勒在战争后期最上心、最痴迷的部分。主流历史学界通常解释说，希特勒之所以对潜艇着迷，是因为他希望用它们扭转战局，靠打击盟军的海上补给线，重新获得优势。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者提出了另一个大胆假设，也许这批潜艇真正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用来秘密转移纳粹高层，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这些人可能逃去了南美，甚至藏身南极。关于邓尼茨，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他在战后作为战犯被审判时的表现。要知道，很多纳粹高官最后都被处以死刑，可邓尼茨却始终坚持说，我根本不知道纳粹犯下了哪些暴行，我只是打了一场合法的战争，甚至连集中营的存在他都说自己一无所知。结果呢，他不仅没有被判死刑，居然只被判了10年监禁。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在纳粹军政系统里位高权重，还被希特勒亲自指定为接班人的人，怎么可能对整个纳粹体制的恐怖行径毫不知情？真有那么天真可爱吗？恐怕不是，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早就达成了某种交易。邓尼茨、英国情报部门还有荷兰海牙国际法庭之间，是不是在某个没人知道的角落悄悄握了手，做了交换？说不定他用某些关键情报换来了自己的命。而那些关于南极、U 艇，甚至是希特勒去向的秘密，就是筹码之一。其实，英国军方在2战欧洲战场结束之后，能相对自由地出入南极大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背后有不少原因。首先，美国当时的主要精力还在另一边，他们急着结束和日本的战争。这场战斗最后以广岛、长崎的2颗原子弹画上了血腥句号。紧接着，美国又意识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苏联正准备登上世界超级大国的舞台。虽然他们在打德国的时候是战友，可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美国那套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格格不入，冷战的阴影已经悄悄拉开帷幕。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世界的大国们各忙各的，没人去管英国在南极的小动作。当然，到跳高行动那会儿，英国的秘密南极任务其实已经过去1年多了。但如果我们姑且相信海军上将伯德的说法，就算只信一半，也足以说明南极上可能确实有第三帝国的残余势力，而且他们撑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到底英国军方有没有真的在南极搞过秘密行动？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个争议话题。有人坚信是真的，有人则觉得是阴谋论。但假如我们暂且当它是真的，那我们是不是得重新思考一下，英国在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到底有多重要？会不会那里其实是英国军方为了随时出发前往南极而设下的跳板？
一旦哪天又发现了什么神秘活动，或者南极再出现异常，他们可以火速启动行动，抢在别人前头。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1984年，英国南极调查队还真发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他们在南极上空发现了一个臭氧层空洞。注意，这个臭氧层破洞的位置，恰恰就在二战末期英国搞秘密任务的那片区域上空。虽然官方解释说，这是由于人类大量使用氟氯碳化物 CFCs 造成的，但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也未免太过巧合了吧。不过，有些研究南极神秘现象的学者提出了另一种更惊人的可能性。那个臭氧层的破洞，或许根本不是因为人类用太多 CFC 造成的，而是某场人类从未得知的隐秘战争中使用了核武器留下的战场后遗症。你可能会觉得这太夸张了，可别急，故事还没完。还有一件事儿非常值得你深思，那是刊登在 Nexus 杂志上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1999年，一支科学家探险队来到南极，声称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毒，一种前所未见，无论人类还是动物都毫无免疫力的病毒。这病毒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被带出南极？有没有扩散？没人知道，资料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把这个信息和此前提到的纳粹科学家在战后仍在南极继续实验的说法联系起来，那么你就得开始想一想，这会不会是他们某种生化武器计划的产物？他们是不是曾试图研发一种让敌人防不胜防的病毒，埋在地球的尽头，只等时机成熟？当然，这些说法都该打点折扣，别当真相，但绝不能不当回事。毕竟，阴影最深的地方，往往藏着最冷的秘密。也许，那种神秘病毒根本还没来得及释放，它的主子，那些隐藏在冰原之下的秘密基地就被摧毁了。但病毒呢？有没有被冰封在残垣断壁之间？谁也说不准。时间快进几年，进入冷战刚拉开序幕的时代。这时，有个叫艾伯特·班德的人站了出来。他是谁？他可是 UFO 研究的元老级人物之一。在美军南极行动和纳粹阴谋传闻还未完全散去的年代，班德却已经开始调查 UFO 出没的真相，而且他的发现相当惊人。他成立了国际飞碟调查局 IFSP， 收集了美国各地大量的 UFO 目击报告，还发表了好几本书，讲述他与目击者之间的接触记录。可就在事业正火、影响力节节攀升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我已经解开了 UFO 之谜。对，你没听错，我知道真相了。但紧接着他又说，自己不能透露更多，从此彻底退出公众视野，再也不谈论 UFO。这一下谜团更大了。为什么不能说？谁让他说的？他到底发现了什么？非说不可。有些人猜测他是受到了威胁，另一些人则坚信他碰触到了某些不该知道的东西。而这时，另一个神秘词也浮出水面：黑衣人，那些从阴影中走来，负责封口、擅长抹除的神秘存在。他们是谁的代理人？他们是在保护地球，还是在保护某些不愿被揭开的秘密？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南极那片沉默的冰层下。班德突然解散了国际飞碟调查局，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不过，故事可远没有结束。1956年，另一位 UFO 研究者格雷百克出版了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书，他们知道太多关于飞碟的事情。在书里，他揭秘了班德突然沉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他的说法，有一天晚上，班德独自在家，突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袭来，几乎站不稳。就在他意识模糊之际，3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他家客厅里，穿着一模一样的深色西装，表情冷漠得像是人偶。更诡异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一对对发光的红色圆球，像激光一样闪着光。每一次红光一闪，班德就像被电击一样，脑袋一阵剧痛，仿佛有人直接在他大脑里操控开关。这3个人对他说了些什么，书里没写得太详细，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说的内容足以让班德彻底闭嘴。从那之后，他不再提 UFO， 不再接受采访，连朋友都联系不上。有人说他被洗脑了，有人说他签下了永远闭嘴的协议，还有人说那3个人根本不是人类。6年后，1962年，就在大家以为班德已经永远消失了的时候，他突然现身，带着一本新书震撼回归，《飞碟与那3个男人》。这本书的内容比之前的传闻还要疯狂。他写道，当年闯进他家的那3个黑衣人根本不是地球人，他们是外星生命体，伪装成人类模样，是因为他们的真实形态太过可怕，人类看到会直接崩溃。这个说法听起来像不像古代神话？神的真容不可见，否则凡人会灰飞烟灭。但最劲爆的来了，班德还声称自己曾多次跟着这些外星黑衣人前往南极的一个地下基地。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南极秘密基地、外星科技藏匿地，他不但知道，还亲自去过。当然，这种说法听上去相当离谱，可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根据 Jonathan Gray 发布在考古新闻快报上的一篇文章，他说，2002年，一支来自加州的电视摄制组在南极拍摄某个纪录片时神秘失踪了。几年后，竟有人发现了一段视频，内容看起来像是他们当时拍下的影像，但这段纪录片从未公开播出，也没剪辑完成。不仅如此， Jonathan Gray 在文章中还提到，那段神秘视频居然拍下了南极惊人的古代遗迹，而且重点来了，画面里还能看到一场不寻常的高强度活动，而主角似乎正是美国当局。你没听错，在南极这块冰封的无人之地，有美国人在秘密行动。当然了，美国方面立刻否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做科学研究，摄制组失踪，我们不知情视频内容，我们没看过那段神秘影像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现在被藏在哪里，没人知道。但让人心里发凉的是，这种怪事到今天还在发生。比如2019年12月10日，一架从智利起飞的军用运输机在飞往南极途中突然失踪。根据 BBC 的报道，机上共有38人到17名机组成员，21名乘客，他们的任务是执行一次后勤补给，目的地是乔治王岛上的军事基地。但这架飞机就像被南极吞噬了一样，彻底失联，音讯全无。一个被封冻的大陆，却一次又一次地吞没人类的探寻者，它究竟在隐藏着什么？让人更难以解释的是，这位飞行员经验丰富，但在飞机失踪前竟然完全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而飞机最后的定位点正是在著名的德雷克海峡。这个地方被称为世界最狂暴的海域之一，海浪高达20米，气候瞬息万变，堪称天空与海洋的禁区。不过，这架飞机真的是去执行后勤任务，还是有别的秘密任务，只是从未公开，这一点恐怕没人能说清。那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关于南极的某些说法听起来更像阴谋论，但有一点几乎无法否认，南极真的很诡异。它或许是除深海之外，地球上最后一个未被完全探索的地方，也是一个被高度管控、禁止靠近的白色禁区。它的神秘自然就成为各种传说与阴谋的温床，而这些谜团大概率还会继续增加。毕竟南极可能远不只是地球最冷的地方，它也许是地球上最冷的秘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冰冷、荒芜、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其实曾经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或者说，它根本不是沉入海底，而是被冰雪封印了数十万年？再想大胆一点，那些关于地球内部世界的传说，真的只是神话吗？是不是有某种隐藏入口，通向我们完全未知的地球内部？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内地世界，会不会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早已在那里生根立足？甚至更惊人的可能是，古埃及、苏美尔、玛雅
这些古老文明其实都是亚特兰蒂斯的远古殖民地，他们留下了线索，留在金字塔里、神庙里、壁画上，只是我们一直没有看懂。听起来也许天方夜谭，但你知道吗？关于南极的谜团就是这样，你越深入越觉得，我们对这个星球可能一无所知。